如果你真的以為中美已經握手言和，那你可能低估了這場博弈的殘酷，也高估了中國此刻的安全感。現在的中美關係說白了只有4個字：喘口氣而已，不是和解，不是共贏，更不是新時代的開始，而是2個已經打到精疲力盡的對手靠在拳台角落，各自擦血、喝水、換氣，等下一回合。釜山那一握手，很多人看得熱血沸騰。中美緩和了貿易戰，結束了世界，終於鬆了一口氣。但現實比朋友圈冷得多。你以為是破冰，實際上只是凍僵之前的回光返照。美國為什麼突然不打了？不是因為心軟，是因為美國自己先扛不住了。公開數據擺在那兒。2025年，美國聯邦債務突破36萬億美元，利息支出首次超過國防預算。通脹在高位反覆，美聯儲左右為難。更要命的是，中期選舉近在眼前，特朗普不允許任何失控變量砸在自己頭上。而中國這邊呢，更現實也更殘酷。2025年前3季度，中國 GDP 增速持續在4%上下徘徊，房地產投資同比下降超過10%，土地財政全面塌陷。地方政府顯性加隱性債務合計已被多家國際機構估算為90萬億人民幣以上。一句話總結，雙方都沒力氣再狠狠幹一架了。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和解，而是互相給對方一條不至於當場倒下的氧氣管。很多人被協議細節迷住了。中國多買美國大豆，美國暫緩新一輪關稅，稀土限制先放1年。聽起來像交易，實際上更像黑幫之間的臨時停火。大豆是什麼？是美國農業州的命根子，是選票，是政治安全墊。稀土是什麼？是中國為數不多還能讓華盛頓真正忌憚的戰略籌碼。所以這不是誰讓步誰吃虧的問題，而是一句潛台詞：我先不掐你喉嚨，你也別捅我心臟。但問題是，刀還在，槍沒放，保險栓只是暫時扣住。更現實的一點是，中國現在之所以願意放一放稀土，並不是因為不重要，而是因為自己也需要時間消化內傷。出口承壓，內需疲軟，財政吃緊，每一項都在逼中國必須先穩住基本盤。很多人沒意識到一個危險事實，這輪中美緩和本質上是中國更需要的。原因很簡單，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高風險疊加期。人口，2024年中國新生兒數量跌破900萬，老齡化速度創歷史紀錄。就業，青年失業率雖然技術性消失，但製造業、互聯網、地產鏈條的真實用工需求持續萎縮。財政，2025年地方專項債額度繼續抬高，但用於還舊債的比例不斷上升，新增有效投資嚴重不足。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現在經不起一場真正升級的全面對抗。所以北京選擇的是用有限讓步換取1年左右的戰略緩衝期，但緩衝期不是解決期，止痛藥不是手術刀，真正危險的不是現在這段假穩定，而是它後面那塊已經寫好時間的炸彈。所有主流分析幾乎達成共識，2026年是分水嶺。為什麼？因為一旦擺脫連任壓力，特朗普最擅長也最依賴的那套東西就會回歸：極限施壓，製造外部敵人，用對抗轉移國內矛盾。而中國在2026年能不能真正緩過來，沒有人敢打包票。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國際關係學者直言不諱地說，現在的穩定是策略性假摔，不是你不想打，是你現在站不穩。如果說2025年是中美關係的止血期，那2026年開始才是真正的放血期。
很多人至今還在用2018年的眼光看未來，以為最壞也不過是關稅在漲，芯片在卡，嘴仗在吵。但現實是，那套老劇本已經不夠用了。2018年的美國想的是壓中國一頭，2026年的美國想的會是不再依賴中國。這兩個目標看起來差不多，但對中國的殺傷力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公開數據很殘酷，2024至2025年，全球新增對外直接投資中，流入中國的比例連續下降。多家國際機構測算，中國在新興市場中的占比已降至10年來低位。與此同時，越南、印度、墨西哥成了新寵。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過去賴以生存的那套邏輯，只要我在全球供應鏈裡足夠重要，美國就不敢和我翻臉，正在失效。當美國逐步完成去中國風險化，真正的底牌就會被翻出來。關稅是明刀明槍，產業圍堵是慢性窒息。2025年，美國在表面上緩和，但在水面下，3件事一直沒停：一、高端設備出口許可持續收緊；二、關鍵技術有暗化加速推進；三、對中國企業的合規審查全面政治化。這些東西不會上熱搜，但他們每天都在蠶食中國製造的上限。你可以不買最先進的芯片，但你永遠追不上代際差距。而中國最難受的地方在於，內需撐不起高端產業的完整閉環。2025年的中國消費數據已經說明問題，居民部門槓桿高企，消費信心低迷，中高端製造想靠國內市場自我消化，難度極高。換句話說，外部被堵，內部又需，夾擊才剛剛開始。所有繞不開的風險，最後都會指向一個詞：台灣。這不是情緒判斷，是結構現實。美國已經越來越明確地把台灣定義為第一島鏈的支點加半導體的心臟加地緣政治的槓桿。而中國這邊呢？台灣問題早就不是一個可以無限期拖延的議題，人口、經濟、科技、國際環境，每一條曲線都在逼時間加速。危險之處在於，台灣本身不需要獨立，只需要被持續工具化。只要美國不斷強化軍售、政治背書、制度綁定，台海就會成為一條永遠拉不直的緊繃鋼索。而在中美全面博弈的背景下，這條鋼索一旦斷裂，後果絕不是關稅數字能衡量的。很多人低估了中國此刻的心理壓力，不是怕輸，而是怕沒有時間再打一輪。因為中國面對的不是單一對手，而是3重同時發生的挑戰：外部全球體系正在重組，內部經濟轉型進入高成本區，人口結構性下滑不可逆。這是最危險的組合。歷史告訴我們，大國衰退往往不是被一場戰爭擊倒，而是被長期消耗加戰略誤判拖垮。而現在的中美休戰，恰恰最容易制造一種錯覺，好像一切還能拖，但拖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說一句很扎心但必須說的話：2025年的穩定是中國用壓力換來的，2026年的衝突很可能是美國主動選擇的。這不是陰謀論，而是權力結構變化下的必然。當美國覺得自己準備好了，當中國還在消化舊傷，當全球秩序不再需要模糊地帶，真正的較量就不會再是談判桌上的數字，而是規則、科技、金融、地緣一起上。現在的中美關係不是走向穩定，而是暴風雨前最容易讓人誤以為天氣轉晴的那一段。如果你現在覺得緊張，那說明你的直覺是對的，因為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已經爆炸的炸彈，
而是還在滴答作響，卻被所有人假裝聽不見的那一刻。